涌上来的情绪，像洪水一样无声地将你淹没。你无法解释那份悲伤，它像是藏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找到了出口。你想压住它，却压不住。你试着转移注意力，却怎么也转不开。你只能任由泪水流下来，像是身体终于忍不住对你说：“我真的累了。”很多时候，我们害怕哭。我们从小被教导要坚强，要理性，要控制情绪。我们以为流泪是脆弱的，是没有力量的表现。我们甚至会在哭完之后责怪自己：我怎么又那么敏感？我是不是太不成熟了？但其实，你能哭多深，就代表你能爱多深。因为真正的情绪来自于内在的连结，来自你不再压抑，来自你开始容许自己真实存在。当你允许自己流泪，你就是在对自己说：我不再用硬撑来过日子，我愿意让感受被看见，我允许自己是有血有肉、有感觉的存在。那是一种巨大的爱的能力，是一种与自己深层连结的开始，是一种说：我值得被拥抱，哪怕我现在正在崩溃。你不会因为流泪而失去什么，你只会因此更靠近自己。因为你敢哭，代表你不再逃避感觉，你不再把痛压下去、藏起来、推开。你愿意直视它，承认它，与它共处。而这份能力，正是你日后去爱人、去被爱、去共鸣、去支持他人的基础。你越能进入自己的情绪深处，就越能在爱里承担重量。你越能与自己的脆弱和平共处，就越能在关系里给出温柔的拥抱。真正的爱不是表面的温柔，而是你能不能在一个人软弱的时候不评价他，在他崩溃的时候不离开他，在他痛到说不出话的时候，还是选择握住他的手。而这些都要从你先对自己做起。当你学会在自己的眼泪里不批判，在自己的崩溃里不逃跑，在自己的低谷中还愿意停下来陪伴自己，你才真的开始有能力去爱，去包容，去承接他人灵魂的重量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能哭多深，就能爱多深。因为每一滴眼泪都在洗涤你，每一次崩溃都在打开你，每一个低谷都在锻炼你内在的容器。那不是脆弱，那是力量的练习，是情感的肌肉，是在爱里不离开的能力，是在关系中不控制、不压迫、不逃避的成熟。如果你正在某段时间里不停落泪，请你不要急着止住，请你不要催促自己振作，请你给自己一点时间，让那些眼泪说完话，让那些被压抑的情绪得以伸展，让你终于有空间真正感觉你是谁。因为那之后，你会变得不一样，你会更柔软，也会更坚定，你会更愿意靠近人，也会更知道何时该保护自己。你的爱会更有深度，更有厚度，更有温度。而这样的你，会吸引来相同频率的灵魂。他们也许还在自己的伤里，但他们会被你的真实照见，会因为你允许自己流泪而感到安全，会因为你经历过深层的感受而信任你也能接住他们的情绪。这就是灵魂的共鸣。而那份爱，不是表象的甜蜜，
而是能一起走过情绪的深河，能一起在彼此的痛里站稳，能在崩溃时还能彼此扶持，在黑夜里仍能选择不放手。所以，亲爱的，下次你在想责怪自己为何那么爱哭时，请你转念说一句：这是我灵魂深处的能力，我能哭多深，表示我能爱多深。这样的你，没有脆弱，只有力量；没有混乱，只有诚实。愿你每一次落泪后，都更靠近你真正的爱的本质。你总以为丰盛是一种轻盈的状态，是快乐、自由、喜悦的流动，是每天醒来都有阳光照进心里，是世界对你微笑，你也对自己微笑。你努力学会正面思考，练习感恩、显化、许愿，把一切困难视为功课，把一切等待视为考验。你以为只要够努力不痛，生命就会回报你更多好事，但你渐渐发现，有些痛不是用正能量就能抚平的，有些空洞不是靠积极就能填满的。有些日子，你说着我很好，眼泪却早已在心里流成一条河。你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是不是我还不够进化，所以还会痛？是不是这份痛证明我还不配的丰盛？亲爱的，不是的。真正的丰盛，不是不痛的结果，而是你在选择敢于痛之后，生命打开给你的礼物。因为你敢痛，代表你不再逃避，代表你愿意面对那些你曾经压抑、隐藏、假装不在的伤，代表你不再用我要变得更好来推开当下的自己，而是说我愿意看见，哪怕它让我痛。你愿意痛，不是脆弱，那是一种巨大的诚实，是一种与真实连结的勇气，是一种对自己生命负责的姿态。你终于不再回避那段没有被爱的童年，你终于敢承认那场分离真的撕裂你，你终于不再假装自己什么都能扛，你终于说出口，其实我很累，很孤单，很想被懂。那一刻，你没有变弱，你反而开始转变。因为真正的丰盛，不是只有阳光明媚的日子才会出现，而是在你允许乌云来的时候，你学会了陪自己走过。当你感痛，你会开始挖掘自己灵魂的深度，你会从那些你以为是废墟的地方，找到力量，找到爱，找到新的生命感知。你开始明白，丰盛不是没有痛，而是连痛都能接住。你开始看懂，原来这世界不会因为你流泪而关门。相反的，当你开始哭出来，当你开始承认自己真实的感受，当你不再试图修补每个裂缝，整个宇宙才终于有空间流进来。那是一种能量的敞开，是一种频率的调和，是一种灵魂的转向，从压抑走向允许，从封闭走向接受，从回避走向觉醒。你不再只为了表面的成功努力，你开始为自己的完整努力，你开始珍惜自己的伤，你不再用我应该更好来鞭策自己，你用我值得被爱来陪伴自己，哪怕此刻还在痛。而当你能够这么做时，你的能量场就改变了，你开始吸引来的是对你有同理的人，
真正支持你的资源，愿意看见你而不试图修理你的人。你的生命不再是孤军奋战，而是与宇宙同步的共同创造。这就是丰盛，不是银行账户的数字，不是职称后的头衔，不是朋友圈里的赞数，而是你内在知道，我可以活着，感受，崩溃，流泪，再站起来。我依然值得一切祝福。当你能这样看自己，世界也会这样看你。你会开始遇见对的人，出现在对的时间点。你会开始有直觉的引导，内在的清晰，一种说不出的安心感。因为你和自己的关系变了，世界自然也会随之变化。亲爱的，请你记住，那份你害怕面对的痛，不是阻碍你丰盛的障碍，它是你要穿越的门，是通往你完整自我的通道。你敢于痛，你才真正拥有疗愈的力量。你敢于承认，你才真正拥有自由的选择权。你敢于落泪，你才真正拥有深刻的爱与连结。而这一切会把你带到一个你从未想象过的地方，一个你不需要假装坚强，不需要时时讨好世界的地方，一个你能够真实做自己，并仍然被深深支持着的地方。那就是丰盛，而它的大门就在你愿意说一句我不再逃避我的痛的那一刻，悄悄为你打开了。有时候你会突然感到不安，没有特别的原因，只是胸口闷闷的，心里空空的，像是什么正要发生，却又说不上来。你试着找理由，是不是哪里没做好？是不是遗漏了什么？是不是又有什么要失去？你焦虑地检查自己，反复确认每个细节、每个行动、每段关系。你不想有破口，不想哪里出错，更不想再一次经历失控与不确定。但越是想掌握，越是感到混乱，因为不安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也不是什么坏事即将发生，而是你的灵魂正在为你扩张空间，你正在改变，只是你还没完全意识到，你正准备跨越一个旧有的界限，只是你的身体和情绪还来不及跟上，所以你感到紧张，感到动荡，感到心里有种莫名的不确定。那不是危险，而是一种内在空间的重整。灵魂知道你准备好了，但你的习惯、你的恐惧、你的防卫还在原地颤抖。你已经不再适合旧的壳，但你还没完全长出新的形状。于是那份过渡期的模糊与不适，就以不安的方式出现了。它不是来惩罚你，它是来告诉你，你正在蜕变。你要穿过的不是某个外在的挑战，而是内在能量场的升级，是你对自己认知的提升，是你愿不愿意相信，你可以容纳更多、更大的自己。不安是一种邀请，邀请你放下旧的控制模式，邀请你松开那些紧抓不放的安全感，邀请你踏进未知，用新的方式去爱、去活、去看待自己。它不是你要逃开的东西，而是你要坐下来，认真听它说话的讯号。你问自己，我怎么了？不安回答，你准备要成为更完整的你了。你问自己，为什么我这么焦虑？不安回答，因为你正在靠近一个更真实的选择，
你问自己，我是不是又要失去什么？不安回答，不是失去，是释放。你正在为新的丰盛腾出空间。当你开始愿意这样理解它，你会发现不安不再那么吓人了。它变成了一种能量的震动，一种提醒你该往内看，该深呼吸，该停下来觉察的信号，一种你灵魂说话的方式。而当你愿意坐下来，静静地与不安待在一起，你会发现它的底部其实不是恐惧，而是渴望，渴望更多自由，渴望更多真实，渴望更多自我允许，渴望不再活在妥协和习惯里。那正是灵魂要带你去的地方。但灵魂不会强迫你，它只会让你感觉到不再舒服，直到你愿意开始探索新的可能。所以你才会不安，因为你开始意识到，你不想再重复同样的循环，你不愿再用同样的方式维持平衡，你不满足于还可以，你想要更靠近自己。这是多么大的转变，怎么可能不震动？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混乱？你不是迷失了，你是在转向，你不是后退了，你是在为前进蓄力，你不是没安全感，你是在重建真正属于你的安全感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当你下一次感到不安，请你不要立刻评断自己，修正自己，推开感觉。请你先深呼吸，然后对他说一句：谢谢你提醒我，我正在扩张。然后给自己一点空间，允许身体慢下来，允许情绪浮上来，允许未知存在，允许灵魂带路。你会发现，在不安的背后，藏着你一直在寻找的那份真相。那不是别人给你的答案，是你自己走进来的领悟。而当你真正跨过那道看不见的门槛，你会站在一个更宽广、更稳定、更有力量的位置。然后你会对自己说，原来那时候的不安是在为今天的我预备空间。这样的你不再害怕震动，不再恐惧改变，你学会了与不安共处，也学会了如何用爱来穿越它。而这就是灵魂真正的成熟。你是不是也曾这样责怪过自己？为什么我又失控了？为什么我总是情绪那么多？我是不是太敏感了？你努力让自己冷静、理性、稳定。你害怕别人说你情绪化，也害怕自己会因为波动失去什么重要的东西。所以你忍，你压，你假装不在意，你练习成熟，练习独立，练习不被情绪左右。但越是这样，你越是疲惫，因为你不是机器，你是灵魂，是活生生的、有感觉的、会流动的存在。情绪不是你的敌人，它是你灵魂在说话。每一次的起伏，每一次的激动、低落、混乱、忧郁，都不是来破坏你，而是来重塑你。灵魂不是靠控制来成长的，它是靠感受、靠经历、靠穿越。你之所以有情绪，是因为你正在走过某段转变，是因为你正经历某种能量的调整，是因为你灵魂深处有某个部分正在觉醒。你突然为一件小事感到委屈，你突然为一句话泪流满面，
你突然发现自己无法再假装没事，那些都不是弱点，是灵魂在提醒你，我在成长。每一次情绪来临的时候，它其实是一面镜子，让你看见自己还没疗愈的部分，让你重新理解自己的需求与界限，让你开始学会什么叫做真实的存在。如果你愿意，不急着把情绪修好，你会发现它其实不是来拆毁你的，它是来带你还原你自己。那份波动的能量会带你回到最真实的核心，那里有你最深的恐惧、最久的压抑、最隐藏的渴望，也藏着你最纯粹的力量、最真挚的爱、最完整的自己。而你真正要做的，不是快速离开情绪，而是愿意陪着它走一段路，陪着你自己走一段从碎裂走向重组的过程。你会哭，会痛，会累，会怀疑，但你会重生。那种重生不是华丽的蜕变，而是一种很静默、很内在的更新。你突然对某些事情不再那么执着了，你突然更愿意说出真实的感受了，你突然更能理解别人的伤与选择了，你突然不再那么怕自己的情绪了。这不是因为你变得冷淡，而是因为你开始稳住自己，你开始信任情绪来了，它也会走。你开始知道情绪不是你，而是你的导航。真正的灵魂重塑，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能够在每一次波动里，更深地回到自己心里，更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声音，更勇敢地活出自己的形状。你不是为了让别人舒服才练习情绪管理，你是为了让自己自由，才学会觉察与允许。情绪不是瑕疵，是讯息，是桥梁，是你灵魂要带你走过的内在路径。当你越不抗拒它，你就越能接收到灵魂真正要传递的讯号。你会发现，那些你以为是低潮的时刻，其实是你生命的转弯，是你的旧我在告别，是你的新我正在进场。亲爱的，请你允许自己有情绪，允许自己不是每一天都在高频，允许自己可以崩溃，可以乱，可以脆弱。因为每一次你愿意这样做，你就在为你的灵魂打开更大的空间。情绪波动不是你的错，它是成长的必经之路，它是你的灵魂在一次次地告诉你，你正在变得更真实、更完整、更有爱的能力。所以，别再害怕那些起伏，别再以为只有稳定才是成长。你的混乱里有光，你的眼泪里有答案，你的情绪里有你尚未发现的神性片段。而你，只要愿意一次次地选择回到自己，一次次地对自己温柔，你就会发现，那些看似混乱的情绪，其实都在为你打造一个更稳、更深、更丰盛的你。你是否也曾不自觉地把某些记忆藏进心里最深的抽屉，不去提起，不去看见，甚至不敢靠近？那些情绪太浓，那些画面太痛，你以为只要避开了，只要不再回头了，它们就会自动消失，就不会影响你。但你发现，无论你逃多远，它们总是以某种形式回来。在你以为已经安全的时候，在你以为已经放下的时候，
轻轻的却深深的敲响你的心。原来，那些你逃避的，其实从未离开，他们只是等你有一天愿意转身，看见他们真正的模样，因为他们不是障碍，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必须掩盖的部分，他们是你灵魂最初的震动，是你创造力的起点，是你成为你自己的源头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创造自己的生命剧本，但真正强大的创造，不是来自逃避恐惧、压抑情绪、否认伤痛，而是来自于你敢面对、敢拥抱、敢转化的那一刻。你越是逃避的地方，就越藏着你最大的礼物。你曾逃避的寂寞，教会你如何与自己对话；你曾压抑的羞愧，让你懂得如何温柔拥抱别人的伤口；你曾经不敢承认的渴望，正是你灵魂要带你走去的方向。那些你以为不能说的、不能想的、不能触碰的，其实正是你灵魂最想让你看见的部分。不是为了责怪你，而是因为那里有你真正的力量。你以为逃避可以保护你，但其实它让你离自己更远。你以为否认可以让你前进，但其实它让你卡在同样的地方不动，直到你愿意停下来，对自己说一句：我愿意看见你了。那一刻，你才真正开始创造。真正的创造力来自与自己的整合，来自你不再分裂自己，不再只爱那个光明的、成功的、讨人喜欢的版本，而是开始拥抱那个受伤的、混乱的、曾经软弱的自己。你会惊讶地发现，那些你曾经觉得最耻辱、最无助的经历，反而成为你灵魂中最有深度、最有力量的泉源。你会写出让人共鸣的文字，因为你真的痛过。你会说出最温柔的语言，因为你曾经走过黑暗。你会拥有最坚定的直觉，因为你学会了不再逃避。这就是你创造的源头，不是别人给你的灵感，不是书本里的技巧，而是你灵魂自己经历过、穿越过、淬炼过的路。那是一条不容易的路，但每一步都带你更靠近你真正的本质。当你愿意面对那些你逃避过的片段，你才有能力从那里提取智慧，转化痛苦，创造爱。你才会明白，所谓的创造，不是逃离现在去建立一个更好的未来，而是完全接纳现在去显化你真正的生命力。你不再需要完美，你需要的只是诚实。你不再需要压抑，你需要的是允许。允许自己去感受，去记起，去面对，去流泪，去释放。那不是退步，是回家，回到你灵魂最深的起点，去拿回你曾经放下的那部分自己。所以，亲爱的，别再逃了，不是因为你该坚强，而是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准备好走进那些你曾害怕的地方，你准备好用爱去重新看见那些你不愿承认的碎片，你准备好不再只是生存，而是要开始真正活出你。从你停止逃避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走上了一条新的路，一条通往完整、通往自由、通往丰盛的灵魂之路。而你会发现，你最强大的创造就藏在你曾经最不想看见的地方。你越愿意走回那里，
你就越能创造出属于你的奇迹。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。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。再次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